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。今儿个给大家讲个超有意思的相亲故事，您要是觉得精彩，别忘了打赏请丽姐喝茶呀。这故事的主角是个广州姑娘，叫小玲。小玲都30出头了，之前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，感情这块就一直空着。您瞧，现在不少姑娘都这样，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先得把事业搞起来，感情的事儿可以往后放放。可这一晃眼年纪就上去了，小玲作为事业型女性，那择偶标准可不低。她要求男方得有房有车，每个月收入不能少于10万，身高最好1.8米。长相嘛，帅不帅倒在其次，关键是得会照顾人。这婚后生活质量要求更是高得很，住的必须舒服，吃的也得讲究，还特别强调夫妻之间得有仪式感。像每年必须出去度个假之类的，您一听这标准，估计和不少人想法一样，觉得这要求也太高了。甚至有人会觉得它太现实，但咱得站在小玲的角度想想。像她这样的大龄女性，身边的朋友好多都结婚生子了，她一个人难免孤单，压力也大呀。朋友们也老是在她耳边念叨，给她提各种建议，这也让她在感情上变得更加挑剔，不想再将就。后来呀，小玲通过我这儿参加相亲，认识了台湾的阿红。阿红是台北的医生，性格温和，看着也稳重，经济条件相当不错。虽说他收入不低，但对家庭的要求没小玲那么高。他这人比较传统，觉得只要两个人感情好，其他都不是事儿。不过呢，他之前有个女朋友就是因为要求太高分手了，所以对女人的高要求有点抵触，一提起来就心灰意冷的。他俩第一次见面约在台北一家咖啡馆，小玲一进门，眼睛就开始四处打量，看了看咖啡馆的装修，随口就说：哎呀，台北的咖啡馆真是没广州的高档啊，怎么就这么普通呢？阿红听了愣了一下，接着笑了笑说：我们这儿的咖啡馆不讲究奢华，讲究的是放松。小玲嘴上应了一声，心里却不太高兴，觉得这地方没什么品味。这还只是个开头，接下来相亲过程中那才是大戏开场。两人坐下聊了一会儿，话题转到工作上。阿红说起自己作为医生，职业压力大，平时忙得脚不沾地。小玲一听，眉头立马皱起来了：你这么忙，怎么能顾得上我啊？我可是个需要关爱的女人，不喜欢男人整天忙忙碌碌的。阿红听了，心里也有点不痛快。那你是打算找个不忙的男人吗？男人要是不努力工作，拿什么养家呢？小玲直接回怼：我自己不差钱，我要的是一个能陪我、懂我的男人，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太重要了。这话一出口，气氛唰的一下就尴尬起来了。阿红忍不住问：那你是觉得我不够好，还是觉得我不符合你的要求？小玲也不示弱：你说的对，可能我确实有些高要求，但你要知道，女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已经不想再将就了。尤其是婚后，生活质量和精神上的满足感更重要。我在旁边听着，急得呀，差点就想冲上去说：小玲，你说你挑得起这些条件也成，但你也得看看自己啥水平呀。阿红听了小玲这话，气得脸都变了，直直地盯着小玲说：你别以为你条件好就能随便挑人，婚姻可不是只看生活质量和高要求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不能相互包容，能不能共同成长。你要是光拿着标准来衡量别人，能找到个完美的人，那当然好。可要是你一直放不下这些条条框框，迟早会发现，自己的标准把自己逼进了一个更小的圈子。阿红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直接，简直带刺儿，但话糙理不糙。意思很明白，要是觉得婚姻就只看物质和外在标准，那恐怕永远找不到真正合适的人。小玲被这话一下子噎住了，她压根没想到阿红会这么回应，心里不服气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反驳。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清楚，这些年挑挑拣拣，早就习惯了按条件选人，从来没认真想过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人的谈话还在继续。小玲问阿红：你们这儿的医院服务怎么样？我听说台湾的医疗体制挺好，服务也特别人性化，是不是真的？阿红笑着回答：没错，我们这边的医院确实很注重细节，对病人的照顾和服务都很周到。小玲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：那太好了，我以后生个孩子，一定要来台湾生，
听说这里的产科特别好，设备也先进。阿红听了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，想着在这话题上总算能有点优势。毕竟台湾的医疗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不少长处。可谁能想到，小林紧接着又说，不过我希望生孩子的地方得特别豪华，环境得像5星级酒店一样，床单也得讲究，服务员态度要好的没话说，我对这些有点挑剔。这下阿红可真火了，脸色变得相当难看。你是不是把医院当酒店了？生孩子可不是去度假，你这要求也太不现实了吧？小林马上反驳，我没说不现实，只是希望环境好一点，毕竟生孩子是人生大事，怎么能将就呢？他那语气强硬得很，一点都不肯让步。当时那气氛僵硬的能把人憋死，我坐在旁边看着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这场相亲又是争执又是矛盾的，但也让大家看清了一个事实，大龄剩女择偶标准高。其实他们也是想找个能让自己安心舒适过日子的人，这高标准背后是他们这些年经历的总结，也是对未来生活质量的追求。最后呢，阿红和小林的相亲还是没成功。虽说他俩各有各的期待和想法，但通过这次相亲也都意识到，真正的婚姻不是去迎合某个标准，而是要在两个人的基础上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平衡点。我跟您说，这相亲过程里的事儿啊，真的是千奇百怪。就说小林和阿红吧，小林呢，事业上打拼得不错，自然对另一半有自己的期望。他那些要求其实也反映了很多大龄女性的心声。现在社会发展快，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，都希望能过得更好，这无可厚非。但在找对象的时候，光盯着条件，不考虑感情和相互包容，那肯定不行。阿红呢，他之前被高要求的女朋友伤过，所以对小林的要求反应这么大。他觉得感情才是婚姻的基础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这想法也没错，可婚姻毕竟是两个人的事儿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。就拿小林刚进咖啡馆说的那句话来说吧，他觉得台北咖啡馆没广州高档，这其实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。他用自己在广州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台北的一切，这就有点不合适了。阿红解释了咖啡馆讲究放松，可小林心里还是不痛快。这一开始就给两人的见面埋下了不愉快的种子。再说到工作那块，小林希望丈夫能多陪陪自己，这是很多女性的想法。毕竟谁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个贴心的伴侣。但阿红作为医生，工作忙压力大，这也是她的现实情况。小林直接指责她忙得顾不上自己，这让阿红心里委屈啊。她觉得自己努力工作也是为了家庭，可小林不理解，两人就这么呛上了。还有生孩子的事儿，小林希望有个好环境，这是对自己和孩子负责。但她把医院环境要求得像5星级酒店一样，确实有点脱离实际。阿红从专业角度觉得她这要求不现实，可小林又觉得自己没错，这矛盾就越来越大。其实啊，在婚姻里，两个人得相互理解。小林要是能多体谅阿红工作的辛苦，阿红要是能多重视小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我在婚介所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列一堆条件，什么身高、长相、收入、家庭背景，一条都不能少。可真正相处起来，才发现这些条件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性格合不合得来，三观一不一致，能不能相互包容，这些才是决定婚姻能否幸福的关键因素。像小林和阿红，他们要是能在一开始就放下那些预设的标准，真正去了解对方，也许就能发现彼此的闪光点。阿红性格温和，又是医生，能给人安全感。小林事业有成，有自己的想法，说不定能和阿红互补。但就是因为那些标准和观念的冲突，让他们错过了可能的缘分。我常跟来我这儿相亲的人说，婚姻不是买卖，不能光看条件。两个人得坐下来好好聊聊，了解对方的想法、喜好、梦想。在相处过程中慢慢磨合，找到一个双方都舒服的平衡点。这感情啊是需要培养的，不是靠几条标准就能衡量出来的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能从小林和阿红的故事里得到点启发。在找对象的时候，别太执着于那些条条框框，多关注对方的内在品质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。说不定您的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您呢。
好了，今天这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感谢大家听我唠叨这么多。如果觉得我的故事有意思，别忘了打赏一下，丽姐的茶水费可是很贵的哟。下次再给大家讲更精彩的相亲故事。